来看看现在何俊和灰灰啊，争夺非常容易的第3名啊！现在往往的比赛都是何俊和灰灰争夺冠军啊！我前面几场比赛我印象特别深，好几场比赛都是何俊和灰灰到冠军，结果呢，现在变成了何俊跟灰灰争夺季军啊！这个比赛就有看点了。主要我觉得啊，哥哥弟弟确实没看点，对吧？你们觉得最后如果是哥哥弟弟的比赛，我记得以前就是啊，对吧？都喜欢看何时跟叶枫的比赛，喜欢看什么何时跟老 K， 何时跟灰灰，啊，对吧？这个叶枫跟老 K 这种比赛，但凡你叶枫跟灰灰的比赛就没意思，对不对？你这种比赛如果一旦就当我阴谋论好了啊，咱这个当然一会儿还好看点。风 K 啊，真的那是凭实力打，那风 K 除非他们的那背后老板真有指示啊，如果没有指示，一定会好看，信我。最近叶枫好像势头正盛，老 K 呢又战胜了灰灰，对吧？有气势。正所谓兵无常势，水无常形，对不对？这以后来着办，对吧？社团不能让一个人独大啊。谁是弟弟？那是岁数大小呗，跟弟弟那弟弟岁数小是弟弟。这全网97也得分辈分，知道吧？你有辈分啊，很重要的啊，对吧？你不尊重辈分是不行的啊！如果你尊重了辈分，对吧？这个漂漂亮亮的退，以后呢，大家伙还会敬重你，对吧？哪个人不想要连任呢？啊？哪个人不想连任，对吧？当坐馆，当龙头。但是社团不能让一个人独大，对不对？何俊确实是国服第1猴子，我觉得何俊应该是国服第1猴子加国服第1龙2，都是5强，都是第1。但是呢，他虽然说是第1，只不过呢，在点对点方面上没有其他人做得好，他甚至可能做不到包王，做不到阿明这种。但是呢，他确实是名副其实的龙头第1。第3主力猪、八神、千鹤他都会用，千鹤用的少点，但是这3个人确实差一点。他如果这3个人能达到，咱不用说啊，就1线顶嘛，就真1线顶啊，那何俊有可能会进入 S 级的，实话实说啊。但是呢，他配合不好配，他八神你配他八神咋配啊？对吧？那肯定是排到最后了，没有气儿嘛，对吧？你冲头那龙2怎么配？很难受啊。何时龙2他不用了，你现在你说谁再厉害，他不用。你比如说，你说包王，人家确实在打某些特定的那个高手的时候，他用包子，说他是包王没有问题，他确实包子用的好。但是，对吧？但是你何时你都不用龙2了，你好啥呀？对不对？OK， 但是真七不好说啊，我跟大家伙说，真七不好说。这个比赛你们也看到了，巴赫猪啊，其实在最后一局的时候，假如想要来点气氛，我觉得不一定非得是巴赫猪，有可能会出现千鹤首发，甚至是上7加射，那真是动了研究的心思了啊。那如果没上的话，有可能就是大伙儿可能就看过那种采访，演的不是演的，一眼就能看出来，对吧？你像有的做那个刑侦工作的，或者心理学大师，一个人说没说谎，对吧？通过一些眼神啊、微表情啊、动作啊，就能看出来他到底心里是怎么想的。就有的那种情圣，有的那种就泡小姑娘、泡妹儿泡的特别好的，他通过这个女的微表情，他就知道这流没有水，他就知道自己今晚能不能拿下，他就知道他喜欢啥，他想要你干啥，懂吧？真事儿的，这都不是跟你嘻嘻哈哈的啊！你学会的都是自己的，对吧？马郎看一眼微信。看着啊，好，往前追。没有啊，人家就是不要，那不用，那还用算啊？不用算。你那个可以10以内和20以内的那个口算题，
不用啊，没有掰手指头算的，你扳过来就行了，你扳过来就行了。你可以问问狼嫂啊，问问狼嫂，番茄哥你问问狼嫂，真的。番茄哥你在群里圈一下狼嫂，或者你加狼嫂一下啊，然后你问问他，这个狼嫂懂，你放心，狼嫂把这个教育孩子方面上他谈不上专业啊，但是确实很上心。你说这个事儿，他也许经历过啊，就是说同班同学可能也，他现在是家委会的嘛家委会的，你问问啊。好，下臂出升龙，这是超级招了，然后落地被反抓，两个人现在1-1啊。刚才有人说这场比赛有可能会很快就结束，但是我倒不觉得啊，我倒不觉得。季军赛，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啊，这个一定要让这个比赛有特点。一个比赛如果办得非常无趣，那就无聊了嘛，对不对？大伙儿要知道这个背后的逻辑，就即便是选手，他也要有默契。有的时候商业价值不是一个人牛逼了就有商业价值，一定要培养出一波人，这一波人都有商业价值，大家伙儿都要互相的来。大家伙儿看那个 UFC， 当然啊 UFC 确实谈不上啊谈不上假，但是也有这个 WWE 美摔啊，拳击界，你像那个乌西克跟那个泰森·富里，对吧？这个各种，这个有的时候吧，有的时候真为了钱的话，因为他太多钱了。今晚决出冠军吧？对，今晚这个比赛结束之后，就是一场抢食5的决赛。风 K 肯定好看啊，风 K 不错的。我觉得最好看的是风池啊。这个或者也叫和风大战啊，都行啊，就是叶枫跟和池是最好看的。为啥呢？很多人都知道要看就看什么，看恩怨。为什么不喜欢看叶枫跟灰灰？这没必要，他俩都是一个机构的。你说穿一条裤子的，就是意义不大，你知道吧？你得看着得有那种心里上不忿儿的、不服的。我尼玛，我就必须的，我就赢，对不对？但是啊，也一样，都是一波人，都是一圈人，就跟 UFC 必须得有白大拿，你必须有白大拿啊，对吧？你现在你选手，我买我自己输行不行？对不对？我买外围，当然啊，很多人说拳皇可能没有啥外围，我估计也没有啊，我估计也没有，因为啥呢？这个圈是太小，你象棋还好点。97圈吧，但也有可能吧。这个东西吧，我只能说几率不大，或者说金额不大。但凡还是有点涉赌啊。这大伙儿懂的都懂，不懂别问了。季军应该是抢7，季军应该是抢7，冠军应该是15，实时75啊。象棋已经烂了，那烂了。象棋好点是因为它是毕竟是国粹啊，这个有说法的。象棋在国际上为什么不被承认啊？因为它就跟97一样，它 bug 非常多，它经常会有和棋棋谱，对吧？这和棋棋谱一走没招啊，除非是下快棋啊，超快棋还得是。因为有和棋，你像围棋啊、国际象棋啊，还好一点啊。尤其是围棋啊，围棋确实牛逼。没小孩玩，小孩也有，00后也有啊。而且00后学习特别快，他跟 AI 学，他跟强软学啊，有说法的啊。其实你不要以为没有，像有一些那个 AI 做的这个拳皇97的挂，有的高手也可以跟 AI 学，都可以，有很多招都是衍生出来的。在18年之前，没有说打完一套把对方堵进角落8神用下重手去拦的，都是选择跳跃压制。现在大多数人都下重手，你知道为啥吧？又安全又高效。
哎，这都是从18年之后才改良出来的，早些年没有这个套路的啊。对，就是 AI 下法，那没办法，现在就是一样。早期有这么多规则，莫名其妙的，对吧？什么裸杀呀、无限连。好，现在灰灰虽然说领先啊，但这点血不太够。八神怎么说？奔过来，2次性跑掏，灰灰第一时间只要一跳就必死，第一时间只要一跳，再见。你学象棋有啥用啊？对吧？没有用。我觉得现在就是也没啥未来，没有天赋。有天赋可以学，那咋就不能学呢啊？现在你就好比那个时候你让中国小孩踢足球，他能踢吗？没有这个环境，知道吧？你说你花钱花那么多，最后啥用没有，对吧？那老师还是踏踏实实的，家长还是踏踏实实让你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对吧？要不然，对吧？要不然你参军，要不然你就走个艺术生路线，要不然呢你学霸，你好好学习，给你补课，给你捅到985，甚至是清北，对吧？也就父母也就到头了。你没有天赋，学习就是咋学都不行，那你咋整？那你没办法，只能走特长，特长也没有怎么办？那对吧？参军光荣，你可以去参军嘛，对吧？那你性格不好怎么办？参军被人打回来了，当逃兵了怎么办？那就烤串呗，烧烤呗，干直播，对吧？像我狼人干直播，干烧烤，街边摆个摊儿。那你说懒怎么办？那懒那没招了，那你懒就没招了啊！艺术路太窄了，那谁要是正常学习好，谁也不是走艺术路线了。其实也不是说窄吧，我觉得还是有天赋啊。什么方面上有天赋都一样。你像那时候那帮人玩英雄联盟，还有一些现在的小孩，不能说现在的小孩了，就5、6年前以前，包括7、8年前以前的王者荣耀，那有天赋的。你像以前那个骚猪叫刘某是吧？他以前在网吧那就是个小逼崽子，那对吧？那人家就通过直播这一条道人走出来了。那还有那个什么小杨哥，人家干直播，人几年前还出去打工呢，是吧？就没法说啊，对吧？你像那灰灰，是吧？是吧？他还有很多负面的，就年轻的时候还犯过错误，是对不对？你想想，那对吧？那时候老 K 他参加比赛连路费都没有，你想想，对吧？末期少年穷，但是呢，有天赋的人他就吃这口，你就没办法啊。你像有天赋，你像那什么，像朗，对吧？弹钢琴，或者说有的人，你从小你这天赋那天赋无敌了啊！跳舞、唱歌。对吧？你音域宽，我能从钢琴的最高音唱到钢琴的最低音，对吧？哟，来了最低音，最高音，好，太嘚儿了啊！老天赏饭吃，还有就是颜值高，对吧？你长得漂亮的不行了，真的，人家整容都没你漂亮，那真的没招了啊！KO，书法副会长，那人家是混出来的，也有一些经验主义的，或者入驻比较早的，对吧？有资格、有辈分的、有威望的，也不一样，对吧？那爱因斯坦20来岁就相对论啊，20岁冒头。而且他相对论，他不是说他20多岁写出来的，他肯定是早就在脑海里有这个构思了，对不对？那你这种天赋你没办法的，那你就一点招没有。好，这个转没办法，他太矮了，真没办法。
左慈左不了，我这个麦克风有问题，我只要一呀呀，这个它那个麦克风它就自动就把那个高音给屏蔽了，然后你听不见了啊。末期少年穷，末期中年穷，末期老年穷，实在不行3号吧，3号换个服。我一直跟大伙说，这些人为什么有天赋？有的人开局冲了68，有人开局冲了98，有人开局冲了648，有人开局不光冲了648，而且还一直给自己换符文、换天赋，他给自己对吧？每一日冲200，每日得冲，你怎么跟人比？比不了，没那个能力，知道吧？对不对？这都是路子啊！先闪身，好的。发波一点，拱门可以。这是大伙玩过传奇私服，也玩过很多的网络游戏，你们都知道吧？只要你充了钱就牛了，对不对？你们也都知道，现实当中这个妹子你在酒吧认识，对不对？这个妹子瞅你啥也不是，妹子跟你说一句话，说：“哎呀，那个你离我远点，我有男朋友了。”你叭你就甩100，妹子说你这是啥意思呀？对吧？我是那样的人吗？你保安这是吧？你就有人骚扰我，你叭甩1000，妹子说其实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叭甩1万，妹子说，对吧？这是好使，对不对？你很多人说，那为什么操作我号的这人不给我充648呢？他抠呗，对吧？你说有的人他花呗他玩网游，有的人他妈他借了东墙补西墙，他知道自己窟窿他不堵，他咔咔借钱花呗，他就要享受，那咋整？没招啊！看人真准。OK 啊，这个比赛结局我们可能大概都已经猜到了啊。但是呢，我觉得何俊能够分到这一杯羹啊，能进入4强，未来可期的。我觉得还是要靠自己，是吧？人有实力，有的时候很多人老说这个假赛那个假赛，但是我认为啊，现在他比如说前面几个人吃得饱饱的，哎，就差这是第一阶段啊，他是大主播啊，或者说他技术摆在那儿，吃得饱饱的，底下有个人，他但凡他有技术，他也想跻身成为上面的那么几个人，对吧？也想上位。那么怎么办？只能提升自己实力，没办法，就跟那个什么德川家康似的，你什么丰臣秀吉啊啥的，你刚开始你没办法，你只能忍，对吧？你没办法，你只能厚积薄发啊。你现在是你比如说我现在啊，我前2天我朋友找我玩传奇私服，玩那个996。我好哥们邀请我虽然说我不怎么玩，但我挂机，所以说刚才有很多小伙伴就经常看我打桌面的时候，底下有一个那个传奇，今天退服了啊，今天他不玩了，我就是陪他玩，但是我也不玩，他就全自动的啊。然后呢，我就陪一陪，兄弟们，这个同年挚友啊，但是我也不耽误工作。然后呢，我就想说啥呢？那为啥我不充呢？是我觉得没有意义，这个服或者说。是吧？你好比现在，你说我狼下懒闲子，对吧？可能最开始一出生的时候，选择天赋、选择出生家庭的时候，为什么没有选择王健林家？那可能就是我那个账号那个操作，我这个人他没充钱儿，他不想充，他觉得犯不上，对吧？你可能说他也没有钱，那他没有钱，他不能花呗吗？对吧？好，这个战 CD 是什么鬼啊？不过好在这个必杀死不了，起身闪身过来反掏，反崩往前拉，铁瓣宙斯虚晃，下重手打乱动，可以。